我现在在山东泰安，今天要去爬泰山啦，骑上一个小电动车，出发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泰山了，很巍峨高大呀。音乐走。五岳独尊，东岳泰山，我来啦！后面就是泰山了。门票145，从这边坐车到中天门，坐大巴。下了我就不说，你快上下了车再说。山上不让带无人机，把无人机寄存在那个小卖铺了，20块钱寄存费。然后今天索道也不开，必须要爬上去。加油加油！坐车15分钟到达中天门了，如果走路到这里起码2个小时。这个中天门只是半山腰，还要往上爬到南天门才行。但是今天6、7、8 3天索道不开，索道开的话是100块钱。现在要从这里走路上去，全部是台阶，要开始爬山了。师傅，您是走上来的？嗯，走了多久啊？2个小时有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走的挺快的。不快。走的多热了，你看，今天泰安的温度有30多度，不过现在是阴天，还好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是中天门了，老板，你这水为什么卖这么便宜？哎，为什么？我早知道你这儿卖2块钱，我还干嘛背这么多水啊？你看看，矿泉水2块，朋友们。再来就知道了。在山下不要背水上来了。哎，再来就知道了。那黄瓜多少钱？黄瓜10块钱3根。啊，好累呀！这条道叫御道，从秦始皇、汉武帝开始，历代的皇帝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爬到武松亭了，这儿有个飞来石和5大福松。秦始皇当年爬山封的这个5大福松，他爬到这里看到有5棵松树在那里啊，他说真是5个大丈夫。但是时代久远，那5棵松树已经没有了。后来在清代的时候又补种了2棵，所以现在5棵松变成2棵松了。对松山这里有一个万丈碑，在那个悬崖绝壁上有一幅题词，那个是乾隆皇帝题写的诗。这后面就可以看到南天门了。南天门在那个位置，2个山的中间，这就是一会儿要爬的路。这个是泰山18盘，最难走的路，从这里上去要2小时吧。今天是6月9号，星期三，我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爬山啊，到达中天门已经是1点半了。泰山18盘，下起开山，上达南天门，全长800米，垂直高度400米，石阶1600个，势如天梯，是泰山标志性的景观。升仙坊，从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天门了。18盘最后一盘了，马上到了。从中天门到这里2个小时，终于要到点了，南天门啊！再也不想爬泰山了。爬到这里，想到几个跟泰山有关的成语：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还有什么呀？再想想。泰山北斗。回看一下我爬过的路啊。泰山18盘。看看这南天门后面是什么样的。这边是有个通道，是去做索道的，但是今天索道没有开。在山上全是爬上来的，意味着，哇，这是一个通道啊！哇，这后面是别有洞天。从这里看看景去，这里有几个寺庙，东岳庙、东岳泰山。
哇，这视野一下就开阔了。那边还有往上的呢，观日出的，可以住宿的。这边全是酒店啊，各种宾馆。晚上我就住这边吧，一会儿去找个地方。哇，这里是后山的索道，看看这一圈有些什么。五岳独尊，昂头天外，这就是泰山最高处了啊！上面是玉皇顶。我现在在泰山的山顶，在山顶上一览众山小，视野特别开阔。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是什么样的啊！那边就是刚才上来的路啊，这下面这条路就是18盘，那里是18盘的起点。18盘是泰山最陡的路了，坐索道从那里就上来了，坐索道只要10分钟，18盘要爬2个小时，累死了。那边是南天门了，这边就是天街，天街上可以住宿啊，很多宾馆、饭店。从天街还可以继续往上走，那个地方才是泰山最高处啊，去上面看看。五岳独尊那个石碑，那里拍照的人很多。从那里上来就是到了玉皇顶了，这里就是泰山最高的地方了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啊？正对面供奉的是玉皇大帝，有个小院子。看泰山极顶，1545米，泰山最高峰。泰山在5岳中并不是最高的啊，它只能排到第3名。西岳华山和北岳衡山的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，它们的海拔都比泰山要高。但是为什么泰山能叫做5岳独尊？因为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，就历代的皇帝都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。还有很多文人墨客也写下了很多诗篇。这个地方是泰山著名的仙人桥，在2个峭壁之间夹了3个大石头，大石头互相挤压在一起啊，掉不下去，太神奇了。Hello， 底下是悬空的。这个地方叫詹鲁台，有很大一块巨石。传说孔子曾经站在这个地方瞻望鲁国，写下了那个名诗，就是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咱们也瞻望一下，这里视野很好，果然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。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雾蒙蒙的，看不到很远。这里有一个海日奇观，这里也是早上看日出的地方。来泰山都要看日出的啊，看一下日出时刻表。现在是6月，算是1号到11号中间，早上4点43左右日出。这么早就要起来，泰山拱北时，像一个炮弹要发射了。突然之间就下雨了，这山顶气候变化非常快。我现在泰山山顶，早上4点钟了，现在去看日出啊。现在山上好多人呐。今天是6月10号，星期四。昨天晚上就住在天街的宾馆里面，看早上看日出的人群。现在往山顶走啊，还有10分钟左右吧，到山顶。看一下山脚下泰安的夜景。哇，很多人，这应该是晚上爬上来的吧，在这里坐着休息啊。看这个看日出的人好多呀。现在4点半了，到了观鲁台这个山顶了。看看山顶好多人呐。4点50日出，还有20分钟。哎呦，这个山顶
玉皇顶是一个点，这个观鲁台也是一个看日出的点。这边人最多了，都在这儿挡风的呢。哇，早上山顶上风比较大，但是也不怎么冷，像我都没有穿大衣啊。哎呀，找个高一点的位置。哇，这边还有人啊，那边人更多。山顶也不怎么冷啊，就是风有点大。我穿的一件薄外套，还有个短袖，裤子是一个速干的。山上还有租大衣的呢，那边还有照相的呢。这么早过来帮人照相，全是坐的人呐。这大石头上全都是人，还有那边悬崖边。后面是一个电台，那边是看云海的，也有人。天越来越亮了，还有5分钟。看看现在的天象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没日出了。今天是阴天，都5点10分了，现在这人都舍不得走啊。我本来还在这儿架着排岩石呢，今天是阴天呐，可以看出前面那个山啊若隐若现的，云太厚了。看看网友们拍的泰山日出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南南岳衡山，今天要去爬山了啊！我和青山大哥2个人，大哥打个招呼。我跟大海，我们今天要挑战这个南岳衡山啊，我们要征服它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客中心进去检票了啊，这个门票是80块钱，65岁以上的人是免费的。哇，大哥免费。走，我这个现在坐这个小巴车上山。车票是78块钱往返的，65岁以上老人是半价40块钱，直接就坐到南天门了啊，省了好多的体力。到南天门了，开了25分钟，哇，全是这个山路，特别的陡，这轮胎都滋滋的响呢。刚才在山路上，哎，青山大哥，哎，大家好。这个我们已经爬到山顶了。坐车有没有点吓人？这车是来回的甩，这山路啊真绝了。那个轮胎都摩擦的滋滋的响了，听到了吧？是啊，从南天门开始爬山，这个南岳衡山啊，就是寿比南山不老松的那个南山，它也是一个长寿山，所以来这个山里面好多烧香祈福的。这个是祖师殿里面供奉的真武大帝。这2个炉子都是烧香的炉子。这个衡山的香火非常旺盛啊，来这边的人大部分都要烧香的。后面那个地方就是山顶，山顶1300米海拔，它是寿山，所以是寿比南山。大哥今年65岁啊，祝愿大哥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啊！对。一会儿我们就到这个山顶上啊，大哥那个背的东西挺重的，看看你那背包，比我的包还重呢啊！走，这边还有索道，但是索道现在没有开，估计在翻修。
这边有抬滑竿的，抬到山顶啊。这边有一个抬轿子的价格表，看一下贵不贵啊？从南天门索到这里，抬到祝融峰山顶，180一个人。过了这个南天门牌坊，就象征着越过凡间，进入9天之上的仙境了。今天天气挺好，游客很多。我从这计时一下啊，看多久能爬到山顶。现在是10点半了。这块大石头叫狮子岩，这像狮子吗？看的，两个石头叠在一块儿。在这里看看风景啊，非常的壮美。好，继续上山。这个是上峰寺，这里离祝融峰最高峰就不远了。这里距今1300年历史了。隋炀帝当年就来过这里啊，他本来是一个道教的道观，但是隋炀帝下令把道观改成寺庙了。本来以前是道士啊，现在变成和尚了。这寺庙的后面有一个超大的信号塔，所以这里信号不错啊，这山顶上。然后那边还有住宿的呢，晨曦山庄，晚上可以住到这山顶，第二天看日出。这是抬轿子的。到山顶了，南岳衡山，海拔1300米，这就是山顶啊。这里有个大石头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，在这儿拍照要排队啊。那个就是最高峰了，上面有座寺庙，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拍照的人超多的，这上面好多烧香的啊。然后这个峰顶就这么大的面积。它这个衡山的山顶为什么叫祝融峰？祝融是这个神农手下的一个大臣，他主管的是火，就是教人类怎么保存火种，怎么使用火。他是一个火神，主管南方。他生前的封地就是在衡山这里，他死后呢也葬在衡山，所以这边的最高峰就命名为祝融峰。看这边全都是烧香的啊，这边香火很旺盛的，一路上有很多的寺庙都可以烧香。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样的，走快一点啊！一会儿再进去啊，先在这里看一看风景。这是衡山的最高峰，也是主峰，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，看看其他的山头都没有这个山高。哇，一览众山小在这里。但是今天虽然是晴天啊，但是空气中还是雾蒙蒙的感觉，看得不远。这就是山顶的风光。那边是那个电视那个手机信号塔。好，现在我走到这里面去看一下。金山大哥也烧完香了，大哥烧了香了吗？我都这个转了一圈，上完签了啊，上完香了，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天堂了啊！我进去看一看，这里也是看日出的最佳位置。看看里头是什么样啊？是一座寺庙。就是这样子的，也是很小。最中间供奉的是那个祝融大帝。里面就是这样了，再往里也不好拍了，全是烧香磕头的。山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最后再说一点，这个爬山的攻略和注意事项啊。那个地方就是中天门，就是我们坐车的终点站，从那里开始爬山。1个小时啊，就可以爬到这个最高峰。我站的这里，非常轻松，不怎么累。5岳当中啊，东岳泰山是以雄伟著称，西岳华山以险著称，这个南岳衡山啊，以秀著称，秀丽的秀啊。所以爬这个山，没有这个华山和泰山那么累，比较轻松吧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到陕西了，今天要去爬华山。看身后这个就是华山了啊，直上直下的，确实非常高。著名的西岳华山，自古华山一条路啊，爬华山是很难的。但是现在有索道了嘛，咱们直接坐索道上去。这个是北峰索道。今天是1月2号啊，刚过完元旦，属于免门票期间啊，淡季游华山非常的划算。然后这个索道票45块钱单程。华山地图，我从北峰这里坐索道上去啊，然后再去东峰、中峰、西峰、南峰这些地方转，然后西峰那里也有一条索道呢。它俩的区别呀，就是西峰坐上去啊，直接就到了最高峰了，然后一路下坡。如果从北峰坐上去的话，就是还需要再爬很多台阶的。但是北峰索道要便宜点啊，西峰索道比较贵。我从北峰上，坐索道了啊！哎呀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！淡季期间人非常少。这索道建得非常的高，然后看这里有一个瀑布也被冻住了，这个叫冰瀑。哇，可见这里晚上的那个温度有多冷啊！然后大家看，这下面是有一条登山路的，这叫智取华山路。当年解放军解放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华山是以险著称的啊，你看这个山都是直上直下的，雄伟壮观呀。怎么样？一下索道就到北峰了啊，北峰的山顶，这里海拔1614米。哎呀，这里还不是最高的啊，还要爬到那个东峰才是最高呢。从这里爬上去还得2、3个小时呢，毫不费力，现在就到了北峰了。这里拍照的人很多啊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可以拍个照。金庸华山论剑啊，这个是西峰，这个是东峰。东峰看日出，西峰看日落。中间是那个南峰，它是形状像一个元宝啊，所以叫元宝山。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啊，这里也是华山那个宣传册上拍照的位置。现在要顺着这条路到对面的东峰去啊，正好这里有一条路，先从这里下去。这路确实有点陡啊，要抓着两边的铁链子。这上来容易，这下的时候确实还不好下呢，一定要抓紧。哎呀，下的时候你看看，这真的是垂直的，90度的啊！哎呀，还好不是很高啊，我这样转过来下吧，转过来这样下。哦，这样就方便了嘛。哇塞！华山果然名不虚传呀！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挺风和日丽的，也不怎么冷。这个是北峰上面的住宿啊，晚上可以住在这里。山上也卖很多饮料之类的，方便面。哇，还有鸡蛋什么的啊，肉夹馍，还有各种饼。坐索道上来的还没饿呢，如果是爬山上来的话，就要在这里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啊。现在我继续走，这里有一个北峰顶的石门，可以在这里拍张照纪念一下。这山顶上小卖铺还挺多的啊。再往前走就到了插耳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块石头啊，就是你要贴着它紧紧的走，感觉要把耳朵插上一样，所以叫插耳崖。就这窄窄的一条路，我看能不能插到耳朵啊！我的耳朵，哎呀，我去，现在要走这条路了，这个叫直上云梯，垂直上的啊，这条比较高一点。我试一下，哎呀，完全是仰望，手抓紧这个铁链，
哎呀，这2条路呢，旁边一条，我这里一条。这老年人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哎呀，上去以后是个大石头。山上这块巨石像一个大象一样啊，这个大象那个小象，所以叫母子象。因为它上面有2个洞啊，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，所以又叫做日月岩。华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这里有王母宫、三元洞，也是供奉道教神仙的。走到苍龙岭了，这是登天云梯。苍龙岭是华山第3险啊！看啊，就从这里一条路走上去，这两边全是悬崖，只有中间这一条路。这边悬崖，这边也是悬崖。幸好这两边有栏杆啊，不然的话谁敢从这里走呀？栏杆高一点可以保护一下。从这下面看看，窄窄的一条路，而且这个栏杆很凉的啊，手往上一砸都冷死了。冬天来爬的话，最好戴个手套。啊，那个就是北峰，从那里走过来的。这里就是以守关重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地方。据说唐朝时候那个韩愈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嘛，就把他吓得回去了。哎呀，这就是韩愈投书处啊，因为太吓人了，把书都丢了。这就是华山的这个苍龙岭啊，华山第3险。看看冬天的华山啊，看这个大绝壁，这个落差相当的高了啊，雄伟壮观。马上就到顶了啊，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然后前面呢也看到一个冰瀑布，完全被冻住了。这瀑布流速那么快的水都能被冻住了。这里又有一个天梯，一路上这是看到的第3个了吧？这种直上直下的。我们走这边，确实很陡啊。走到金锁关了，到这里基本上爬了有4/5的路了吧。然后这边上呀挂了很多红布条，起伏的啊，然后有很多的锁。如果是情侣爬山的话，就可以在这儿挂一个，情比金坚的意思。也可以祈求平安健康，主要是讨一个好的寓意。然后这个山的对面啊，有一个仙人，大家看啊，对面这个山，你看这里是人的头，这是他的鼻子、嘴巴、眼睛，他的肚子在这里，然后脚在这里啊，这是一个人躺在这里，像不像呀？旅游秩序，请勿随手。这金锁关的后面挂的才叫个多呢，看看这个锁和红布条，这是有多少人挂呢？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就分2条路了，这边是去东峰的，这边是去西峰的。我先去西峰啊，吃个苹果吧，补充体力呢，还能减轻重量啊。看这边上全是雪，今天大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再吃个面包，在山顶吃东西就是香啊，真好吃啊。这就是上西峰的路，哇，挺长的一条悬崖边的路。这两边也有栏杆，看看这栏杆外面啊，都是悬崖绝壁。西峰这边啊，这悬崖是最高的，那里就是西峰大索道，120的那个索道票啊，单程120，比北峰贵多了。这山上还有一个劈山救母的故事呢。你看这块大石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，好像被人用斧子从这儿劈开一样，所以叫做斧劈石。这是
沉香劈山救母啊，沉香嘛，拿着这个宝莲灯啊，这是他用的那个斧子。这是神话传说呀，有一个动画片，好像就是这个宝莲灯啊。因为沉香的母亲被二郎神压在这个山底下了嘛，所以沉香把这个石头劈开，救他母亲的啊，一个神话传说。从这里上西峰最高的地方，步步登高，上天台。哎呀，我也上一下，这个我一只手就可以上去啊，因为我另一只手还拿着手机。哇，哎呀，登顶了！哇，这就是西峰的峰顶了吗？哇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桥呢，看这里也有一个碑呢，看这里应该写的海拔高度呢吧？哇，西峰海拔2086米啊，在这里拍个照吧。又登上一座山峰，山顶也不是很冷啊，只是风有点大。然后山顶的观景台只有这么小，一下就转完了。但是站在山顶看风景比较好。这边还有一个塔呢，这也是观光台，这个叫杨公塔。是为了纪念杨虎城带他母亲爬华山，所以建的这个塔。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山脚下的华阴县城，可以看到这个县城的轮廓吧。它为啥叫华阴呢？因为它处于华山的北边。我们古人认为山的北边是属阴，所以它叫做华阴，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啊。然后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拍照的点呢。就是这块石头，它鼓出来悬崖下面了，现在被拦住了啊！以前的话呢，就可以坐到这个尖尖上去拍照，现在这里被拦住不让拍了，很危险的。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我们再去东峰和南峰转一下，明天呢再看个日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西岳华山山顶上啊，这里是东峰的山顶。东峰绝顶，山高人为峰，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上是什么样的啊！你看，这有一圈的围栏，哇，这围栏外面就是悬崖绝壁啊，太吓人了！华山以险著称啊，这个山顶山路非常的险峻，都是绝壁。华山呢有东南西北中5个山峰，其中这个东峰呀，就是看日出的。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东峰的山顶了，明天给大家拍日出的视频。现在去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住宿怎么样啊？哇哦，这条路好窄呀！现在已经晚上的5点多了啊，冬天的时候天黑的特别快。都没有人了，山顶上，这灯都亮起来了。然后对面呀就是南峰，南峰是华山里面最高的山峰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长空栈道啊，华山第一线就在这里。然后那边是西峰，西峰是看日落的，东峰是看日出的。华山这5个山峰都各有特点。然后我订的房间啊，就是下面这个。就在东峰这里，位置相当的好了，早上看日出的最佳地方，带大家去看看住的怎么样啊，环境好不好？然后房间在那里，但是厕所在这里，半夜上厕所要来这里啊。坐拥朝阳同日出，这个对联写的太好了，看日出的绝佳位置。这里也是鹞子翻身的那个地方啊。有一排房子，2层呢，去登记一下。哎呀，哇哦，这个小院子还不错呢啊！哎呀，就住这边，看看房间里面啊，高低铺的，一共是可以住10个人啊，5张床嘛，正好10个人。
但是现在是淡季啊，只住了3个人。你看这里住了2人，然后我住这里，随便住啊，跟学生宿舍似的啊。好久没有住这种宿舍的房间了，正好回忆一下上学时代。房间里还挺暖和的，他用这个取暖的这个暖气片子。啊，现在淡季住的人少啊，旺季的话肯定会住满的。这个一个床位啊，180块钱，住10个人就是1800。哇，这个房间老板能挣1800。然后这里有热水啊，自己拿水杯去跟他们打去。然后卫生间在那后面的。现在再出去转一转啊。它这住宿分2层呢，这下面呀就是那个鹞子翻身，看看去。鹞子翻身是华山第2线，在这里呢，但是来得太晚它就关闭了，所以要早上早点来。鹞子翻身走到头啊，就是那个下棋亭，看那里有一个亭子，哈哈哈，从这里走过去。你看这条路挺险的吧，还要穿上安全带什么的啊。明天早上就在这个观景台看日出，这个位置绝佳，这个方向就是日出的方向。房间后面就是小卖铺啊，卖烤肠、玉米，还有方便面啥的，矿泉水。方便面怎么卖呀？方便24，24给泡热水是吗？你泡好吗？啊，来一桶。矿泉水呀，矿泉水11，脉动呢？脉动15， 17呀。烤肠呢？12两根。12两根。外面太冷了，到房间来吃啊。山顶上吃泡面太幸福了。那个筷子也掉了，就拿这个牵着吃啊。再喝一口热汤。哇，吃一口烤肠。还买了一个这个小饼呢，这个饼是15块钱，看薄薄的一层。山顶的物价就是这样啊，肯定比山脚下贵嘛，都是挑上来的。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。晚上这山顶是真黑呀，看在这里可以看到华阴县城啊，在山下亮灯的那地方，主干道非常的明显。这房间后面有水龙头，可以洗洗脸，这还是热水呢，我没想到啊。简单洗洗脸就行了，都没有带毛巾，也可以洗洗脚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哎呀，热水泡脚。第2天，大好河山，从这里上去啊，就是华山的南峰了。带大家看看这个南峰顶上是什么样啊？南峰呢也是华山最高峰啊。你看这里有很多的石刻的，这是孟津蟹，什么到此一游啊，这都是古人刻的。参天、太华峰顶、太虚洞天。这边写的顶天立地，沐浴日月啊。这个峰顶啊特别小，只有这么小的一点点啊，都是拍照的人啊，在这里排队拍照。你看这里有个碑，上面写的海拔2154.9米啊，华山南峰。哇塞，这就是华山最高峰了啊！哇，站在这里一览众山小。最绝的地方啊，就是这山顶上还有一个天池呢。看，这里面的水啊，永不枯竭。冬天天气冷啊，就结了冰了，因为它连着地脉呢嘛，所以这个水就不枯竭。再就是它在华山的最高峰上，所以叫做养天池。然后在这里啊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黄河还有渭河的。宋朝时候那个寇准就登到这个山顶了，他写了首诗啊。
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于其。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这首诗写的真是太绝了啊！在这个山顶感受一下这个诗的意境，然后也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，这里拍照啊，背景就是这么壮阔的山脉啊，绝子。山顶还卖这个卷饼呢，现摊的，你看，现烤的，然后卷上菜，卷上土豆丝，15一份。在山上必须吃点东西啊，不然没有体力，走的腿都软了。必须吃饱才能走这些台阶。这个是通往中峰的台阶，哎呀，被两座大山夹在中间啊！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净爬山了，累死了！哎呀，这个就是中峰了，这里的入口。这个山峰来的人更少，因为它处于东南西北中这个最中间嘛，所以叫中峰。到前面看看，从这里上去，正对面可以看到那个南峰上面的雪啊，一大片的雪都化不了。这是中峰的山顶，哇，好大一块观景台呀！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房子就是长空栈道，这是南峰的峰顶。哇塞，这里又有一个直上直下的梯子，叫云梯，这是通往东峰的啊。如果走不了这个的话，可以走旁边这个栈道，但是来了的话肯定要挑战一下啊。挑战成功！成功了吗？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垂直的，一定要抓好啊！看看这个角度，这有个华山地图啊，华山我就游览完了，华山的东南西北中5个峰我都转完了啊。简单说一下华山旅游攻略啊，上山路一共有3条，最传统的呢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徒步上去的啊。那条路就特别考验你的腿力啊，年轻人体力好的可以走那条路，到山顶啊7、8个小时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坐西峰索道或者是北峰索道。体力不好的直接坐西峰索道到达山顶啊，然后转这个山顶的这几个山峰，就没有多少台阶了。体力一般的就坐索道去北峰，从西峰坐索道上，从北峰坐索道下。这样的话，一天就可以把华山都转完，然后也不是很累。如果你从北峰上，然后从西峰下的话，就会稍微有点累。这2个一天都可以转完啊。像我是在山顶上住了1晚嘛，我住在东峰，因为看日出的话比较方便。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选择路线啊。然后这边是门票和索道的价格，参考一下。这是华山东峰，现在早上7点半啊，要去看日出了。哎呀，好早啊！早上特别冷。到山顶去啊，山顶看日出，这里有卖早餐的，看日出回来吃早饭。哇，这小风一吹就清醒了。爬到这个山顶啊，是观日出的，东峰山顶。哇塞，山顶的风好大呀！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了，起的都很早啊。哎，台阶还是蛮陡的。哎，这里人挺多吧，有20来个吧。然后再到这边的山头。今天是1月3号，日出时间是7点46。哎呀，哇，
这里人也不少。哇塞，这个悬崖好高啊！再看看这边，哇，超级高的。站在悬崖边啊，现在远处天已经亮了，一会儿从那边日出。哎呀，华山东峰东极绝顶，太阳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被前面那个山挡住了，它的光已经从这里发射过来了。那边围的人更多呀，看那个悬崖峭壁上，这个位置真是绝佳。到那里看看吧。哇，还有人在这搭帐篷呢，多冷啊！山顶上风很大呀，尤其是冬天，晚上冷死了。就这薄薄的一层可以吗？这里也有一个杨公塔。哇，东峰有个塔，西峰有个塔，哇，都在这嚎叫呢。哦，出来了吗？让我看上一看。出来了，在这里呢。哇，这边的光没挡住，其他地方都被挡住了。好亮啊！现在。日出出来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哇，阳光把那边都照亮了，这还有雪呢。这开始唱了，这里。现在太阳已经很刺眼了，不像刚出来的时候能用肉眼直接看啊。可以撤了，好冷啊，手都冻僵了。现在去玩这个鹞子翻身，这是华山第2险啊，第1险是长空栈道，第2险就是这个了。然后从这里下去，都穿戴上这个了，安全绳了，安全绳挂上，然后31个人啊，在这里排队。进来以后把这个挂钩挂上了。哇！大家多讲，大哥，你看这个下去的路，都是在这个半山腰斜着的啊。这上面凿了几个脚踩的洞，直上直下，必须把这个钩子挂着啊。下面就是悬崖，看这个上面一个挨一个呀。哎，给你拍个照吧。你给我一拍。都是在墙上挂着呢，你看，都是这么的下来的啊。然后他给了2个挂钩，如果过这个障碍的时候，就要一个一个的解开，不能2个同时都解开啊，这样起一个保险的作用嘛。从这里下来的啊，它就是刚开始这一段比较吓人，需要这个挂钩，因为这里是直上直下的啊，但只有这么一小段。然后那个地方是东峰山顶看日出的，就在山顶的这个下面的啊。走到这边的时候就没什么难度了，不用挂钩了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哎呀，走到下旗亭那里，下旗亭在那里，其实很近的，来回40来分钟吧。我后悔了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我要回家找妈妈。哦，这个地方也有点陡了，它是在石头上凿出来这个孔，脚要踩到这里面去，那样倒着走比较好走啊。我这样正着走不太方便，但是因为我要拿着手机呢，所以这样子好拍一点。哎呀，还好吧。我操，你追上我了！倒着走就更快一点，根本不需要停。
太轻松了 ，so easy。哇！又有一小节的这种路，这个也没啥难度，直接单手抓着铁链子就上来了。它就是台阶特别的窄，你看，如果脚踩的话，只能踩一半。哎呀，这上面好多大石头呀！哦，very good， 挑战成功。现在就到了下旗亭了，这是赵匡胤和那个陈传老祖下棋的地方啊。哎呀，这里观景不错的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一副残局，可以下棋啊，在这里。在下棋亭这跟前看不出啥效果来，应该站在远处才能看到这个地方是三面环绝壁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过来。这里就是华山的长空栈道了，华山第一险道，从这个口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前穿上这个安全带。这个我不敢玩，我到这边看一看吧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玩的。哇，就是从这里过去啊！你看，从那个门出来以后，顺着这个路往前走，就在悬崖边呢。哇，那么多人呢啊，都挤在这里了。然后要下去，下到这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有一个平台，然后要原路返回。这个我不敢玩啊，那下面那么高呢，这恐高的人不能玩，玩一下要1-2个小时的。这是奇险天下第一山，长空栈道，勇敢者可以挑战一下。这个我可不敢玩，我在这看看就行了，飞无人机看看吧。红色箭头这里就是长空栈道的终点，这个栈道一共100多米，都是修建在悬崖绝壁上的。胆小的人确实不能玩这个啊，它是誉为华山第一险，第2险就是我玩的那个鹞子翻身，第3险就是苍龙岭。这个栈道是谁修建的啊？它是元代时期这个华山上一个修炼的道士修建的。当时呢，他想找一个清净之地，静心修炼，所以开建了这个长空栈道。后来呢，就成为每一个游客来了都喜欢挑战的一个项目啊。北岳衡山，这里是山西的大同啊。一会儿去坐那个缆车，坐缆车上山去。我曾经去过泰山，还有华山，这次来衡山啊。走，去坐缆车吧。买好缆车的票了，票价是70块钱啊，上去70，下来又是70。然后，这次是我带我妈去啊，如果是我一个人，我就爬上去了。走吧。走了。啊，一会儿下来的时候我就走下来了，你坐缆车下来。嗯，好。如果坐缆车是从这里一下就到了顶上了，如果你是爬山爬上去的话，要从这边往前走啊，走好长的路，看那个山路。我们去坐车了。这个是中转站，过去以后还有一个缆车。哇，这个就危险了，你看这个下面。我看一看就怕了呢。哇塞，从这中间就横过去了。这个不算，不算。这个只要是没有深的，看看那边，这个索道最怕的是那个华山，那个华山的索道比这个还怕，那个悬崖特别高。坐缆车从那里上来，坐了10分钟啊，然后上到这个平台上，往这里看，哇，视线好开阔啊，下面就是浑源县城啊，一览无余。那个房子就像小蚂蚁一样啊。这里还可以爬到山顶去，但是现在这里拦起来了。那个山顶有一座亭子啊，那里的视线估计更好。现在从这边去那个衡山庙群啊，去这个衡山是道教的场所，去看看啊。现在到了分岔路了，
这边可以横着走到那里，有很多寺庙可以去看啊，像那个半山腰那些很多寺庙。然后从这里就是上山的路，一直爬到那个最顶上啊，长了很多松树那里。然后我妈去那边转一转啊，我要去爬山去了。那你去那边吧。走啊。好累呀，爬到这个半山腰了，横中极天。前面有个小亭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山顶啊。然后这里有一棵松树，啊，这个松树已经1000年了。看啊，这个松树就像一把雨伞一样撑开了。这山上非常多松树，如果是这上面有雾的话，就像仙境一样。可惜今天风比较大，没有雾啊。刚才下了缆车往山顶看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亭子啊，以为那个亭子就是山顶了。现在走到亭子这里了，这里不是山顶啊，山顶还要往上走。看这个路啊，还要往上爬好几分钟呢。10分钟啊，这个就是最后的路了啊！我先放无人机上去探探路啊，看难不难。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。到了半山腰了，我估计那个就是底儿了啊！太累了，在这个半山腰风景已经不一样了，看得更远了啊！那个小凉亭，看看刚才上来的地方，那个是起始的地方，那里是买票的地方，那个小湖泊那里是悬空寺。哇塞！继续往上走，哇！看到这个石碑啊，意味着爬到衡山的山顶了。这个山顶叫做天峰岭，海拔2016米，海拔高度虽然不高，但是爬上来非常的累啊。这个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风光啊。看到这个石碑啊，意味着爬到衡山的山顶了。这个山顶叫做天峰岭，海拔2016米，海拔高度虽然不高，但是爬上来非常的累啊。这个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风光啊。我转一圈，大家看看这个山顶有什么啊？慢慢往下流着。这是制高点了，这边就是浑源县城啊，看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县城往北50-60公里就是大同了。这个山的山底就是悬空寺啊，这个就是刚才上来的路，就像一条天路一样啊，两边都是悬崖，这个没有栏杆的。那里是停车场，然后把车停到那里上来的。哇，那里好像有个天坑啊，一个鼓起来的，一个凹下去的，是个坑儿。山顶的人很少啊，看上来的人不多。这里还有一条路，现在过不去啊。那后面看不到是什么。现在是10月14号下午的4点，我要下山了啊。山顶上没有多少人，山顶上一点都不冷啊。我现在在衡山的迎客松这里，北岳衡山。衡中极天，跟大家说一下爬衡山的攻略吧。
最开始坐车到那个停车场啊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买票进来。如果你是坐缆车呢，直接从那里坐缆车坐到那里，缆车票是70块钱，但是缆车只能坐到那个半山腰，再爬到山顶需要50分钟左右啊。体力好的啊，体力慢一点的就1个多小时啊。那个是山顶。再说一下走路怎么上来啊？走路在那个地方买好票，然后买那个公交车票，就是这个公交车，从那里坐到这里，13块钱啊。你也可以徒步走上来，徒步走上来好几公里呢啊。然后坐这个大巴车到这里以后，就开始正式徒步了。沿着这个山路慢慢悠悠走上来吧，需要4个小时左右啊。半山腰上有个会仙府，这其实是个洞啊。传说有30多个神仙在这里开会，也叫极仙洞。传说那个张国老就是在这里修炼成仙的，从这里飞升了，飞到天上去了。这个会仙庙就建在绝壁之上，看这个上面啊，我感觉这山上的石头要掉下来了。看那块石头，中间那么大的缝儿，这边地质不知道稳不稳定啊？这山上会不会掉石头下来？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就把这房子都砸烂了。你看这边的石头啊，全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衡山最危险的路啊，103级台阶，好陡啊，两边也没有栏杆，只有猴子才敢走啊。爬下，你说我是猴。